他的名字叫做巴里·艾伦，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人。小时候的 Barry 为了不被欺负，一直在奔跑，但美满的家庭总能让 Barry 忘记疼痛。一切都在晚上发生了改变，两道分别为红黄的闪电在家里打了起来。年幼的 Barry 被黄色闪电送到了外面。当他再次回家后，母亲已经被杀害，而唯一在场的父亲成为了杀人犯。警察根本不相信 Barry 叙述的事实，从此父亲被关进监狱。Barry 由父亲的好友乔抚养长大。14年后 ，Barry 成为了一个平凡的法医科学家，但他总是因为各种情况迟到。继父乔每天就是给儿子擦屁股。Barry 的聪明才智为警局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案子。艾瑞斯是乔的亲生女儿，也是 Barry 的青梅竹马，但 Barry 从来不敢告诉艾瑞斯自己一直喜欢她。Barry 帮助乔查出线索后就请求下班，因为今天晚上 Barry 要和艾瑞斯去参观星辰实验室，这里就是科学的殿堂。星辰实验室的领军人物威尔斯将在今晚改变未来。一个小贼抢走了艾瑞斯的皮包 ，Barry 在追逐中被小贼暴揍，还是一位警官艾迪化解了危机。Barry 之后在办公室里看着电视直播，今晚的暴风雨有可能会影响到粒子加速器，但目前看来依旧能按照原计划实施。这些年 Barry 一直在追查杀害母亲的真正凶手。另一边，乔根据 Barry 的线索找到了一家农场，可是他们遭到了歹徒马丁的袭击，乔的搭档被击中当场去世，而马丁驾驶着飞机逃到了天上。突然粒子加速器发生了爆炸，不但摧毁了马丁的飞机，还辐射了整个城市。Barry 握着铁链，被闪电和粒子加速器同时击中。警局第一时间把 Barry 送到了 ICU。就这样过去了9个月 ，Barry 在星辰实验室苏醒了过来。实验室只剩下希斯科和凯瑟琳。被闪电击中后 ，Barry 一直处于昏死状态。醒来后，威尔斯博士告诉了他发生的一切。粒子加速器是他毕生的梦想，但意外还是发生了。根据博士所说 ，Barry 昏迷时，只要心脏骤停，整栋医院都会引发大断电。Barry 赶快去见了艾瑞斯，告诉了他自己平安无事，但 Barry 的身体已经发生了改变了。回到警局 ，Barry 看到犯人准备偷枪，自己突然瞬间移动到了犯人跟前，化解了危机。察觉到自己不对劲的 Barry 跑到了外面，麒麟臂已经开始不受控制了，自己的速度也变得贼快。兴奋的 Barry 找到了实验室的伙伴，在机场他们做了一场实验。Barry 的速度快到出现了音爆，他回想起了小时候的闪电，一分心摔断了手臂，不到3小时 Barry 恢复如初。他的能力让自己的新陈代谢快速提高。Barry 把儿时看到的场景一一告诉了博士他们，是闪电中的那个黄色人影杀死了自己的母亲。他开始怀疑小黄人和自己拥有相同的力量。这9个月，艾瑞斯和艾迪成为了情侣。在艾瑞斯解释的途中，忽然出现了一个逃犯 ，Barry 赶忙追了上去，才发现这个男人就是死去的马丁。粒子加速器让他拥有了控制风暴的能力。Barry 把一切告诉了乔，乔亲眼看见马丁死于爆炸，他根本不相信 Barry， 更别提马丁可以控制风暴。乔现在都认为是 Barry 的父亲杀死了他的母亲，他觉得自己的孩子 Barry 只是在找推辞。他认为 Barry 疯了。遭受到打击的 Barry 找到了博士，粒子加速器改变的不止他一个人，整座城市都被辐射，他们还无法确定有多少人暴露在辐射之中。马丁是 Barry 见到的第一个变种人，警察根本解决不了这种人。Barry 想要让威尔斯的团队解决这群变种人，得到的答复却是否决，没有任何人相信 Barry。他决定去星城找一位绝对相信自己的人。得知了一切的 Oliver 就是绿箭侠，认为 Barry 不是被闪电随随便便击中，是闪电选中了他。Oliver 相信他一定能够利用自己的能力守护自己的城市，化身一道闪电去拯救百姓。回到实验室 ，Barry 调查了这9个月里的失踪人口。希斯科为 Barry 设计了一套战衣，可以耐高温，防止 Barry 速度快到自燃。而凯瑟琳查到了马丁释放风暴的位置，乔和新搭档艾迪也追到了这里。不出意外，他们根本不是马丁的对手。风暴摧毁了农场，乔和艾迪无力抵抗。就在这时 ，Barry 赶到了现场。马丁的风暴如果继续向城市蔓延，威力等于5级以上的龙卷风。Barry 决定反向奔跑，分离马丁的风暴。没多久 ，Barry 就被打飞了出去。无线电里传来了威尔斯的声音，他相信 Barry， 粒子加速器爆炸的责任是他，但是可以阻止一切的是 Barry。当 Barry 听到这句台词时，他的胜算将提高到100%。Now run, Barry, run! Barry 用自己最快的速度逆转了风暴。就在马丁要对 Barry 开枪时，乔2枪带走了马丁。看着刚刚发生的一切，乔知道自己误会了孩子。他相信了 Barry 小时候目睹的一切，并决定帮助 Barry 证明他父亲无罪。但这件事儿一定要对艾瑞斯保密。巴里的前半生都没有追上过别人，但现在他是世界上最快的人。他将用奥利弗为他起的名字闪电侠维护城市的安全。威尔斯来到了星辰实验室的密室，而他的双腿也并没有残废。
在闪电侠的帮助下，火灾都能赶在消防员来之前解决。但今天Barry出现了短暂的眩晕，可他们也仅限于帮助百姓，至今他们都没有发现第二个变种人。事实证明，成为闪电侠后反而会让Barry上班迟到。有了超能力后，Barry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他出现了第二次短暂的眩晕。在一次颁奖典礼上，Barry和艾瑞斯遇到了劫匪，正想追上去的Barry就晕倒在地上。在星辰实验室，他们查到了Barry晕倒的真相：低血糖，输了40袋液才醒了过来。极快的新陈代谢让Barry的营养跟不上，他今后必须要大量进食才可以保证健康。另一边，神秘劫匪又一次发起了突袭，粒子加速器让他成为了一个变种人，真正的一个人就是一个军队。Barry赶来，发现对方越走越多，被群殴了一顿的Barry只好选择跑路。犯人叫布莱克，专门研究克隆治疗法。粒子加速器爆炸的当时，布莱克正在利用自己做实验。这次的战败让Barry开始怀疑自己，加上乔根本不想让他当英雄，他甚至打起了退堂鼓。此时，布莱克来到了星辰实验室，或者说是布莱克的复制品。他们推测，布莱克控制分身需要消耗大量体力，如果分身多到一定程度，那么本体一定会体力透支。乔突然找上门，他相信Barry，也只有Barry。再一次和布莱克交手，Barry开始逐一击破他的分身。布莱克的分身占满了整个大楼，无线电一头的亲属团开始为Barry加油打气。Barry冲进了无数个布莱克之中，找到了体力透支的布莱克，可布莱克却选择了自杀。他的研究成果被西蒙抢走，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利用克隆挽救妻子，可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威尔斯找到了西蒙，他们早在爆炸前就已经结识。贪婪的西蒙还打算抓住闪电侠进行研究。威尔斯站起来就是一刀，噗呲，小命玩完。因为没有人能在他面前伤害闪电侠。艾瑞斯扭头接个电话的功夫，Barry就已经解决了一场抢劫案。犯人还在懵逼状态就被送上了警车。今晚出现了第3个变种人，他化作一团毒气，无声无息地杀死了黑帮家族的所有头目。根据现场的线索，Barry也推测出犯人就是变种人。他们第一时间来到了星辰实验室，就算抓住了变种人，普通的监狱也根本关不住他们。希斯科和威尔斯决定用粒子加速器来改造一所超能监狱。9个月前的那场爆炸，凯瑟琳失去了自己的未婚夫罗尼，至今他都没有走出阴影。Barry 看出他的为难，以帮忙为理由带走了他。一起来到警局， Barry 才发现有工作还没有完成。趁着局长开门的瞬间， Barry 飞速整理了文件。另一边，乔在反复看着 Barry 父亲的审讯录像，杀死母亲诺拉的刀上也许有犯人的指纹，但没有一个人相信父亲亨利。而希斯科和威尔斯已经开始着手改造超能监狱。回想起当时凯瑟琳的未婚夫罗尼就是在这里出的事儿，希斯科感到非常难过。凯瑟琳也和 Barry 谈起了罗尼，罗尼曾说他们俩就像是冰与火的结合。当他们继续研究第3位变种人时，同一时间这个变种人毒死了另一名妇女。接到消息， Barry 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Barry 赶到时，这个无克变种人还没有跑远，普通的攻击根本伤害不到无克。Barry 被迫吸入了毒气，用最后的力气跑回了实验室。凯瑟琳抽出了他胸腔和肺部的毒气，提取到毒气可以帮助他们找到无克的线索。艾瑞斯身为一名西方记者，他对最近城市里出现的红色闪电非常感兴趣，但现在没有人见过他。根据毒气，他们找到了无克的身份，他曾经是黑帮家族的核心成员，却遭到了黑帮家族的背叛。他的下一个目标极有可能就是抓捕他归案的乔。此时的乔正在监狱中探望亨利。Barry 带着唯一一瓶血清跑向了监狱，在监狱里，乔吐露了心声，他现在相信了自己的老伙计。此时，吴克化作毒气赶到了乔的面前，进入了他的体内。Barry 赶到后，乔已经开始抽搐，他把最后一瓶血清注射给了乔。为了不被父亲认出来， Barry 快速抖动着自己的脸部。在监狱外， Barry 想尽办法对抗着吴克。毒气状态下的吴克免疫所有伤害，无线电一边的家属团出起了主意，他们让 Barry 耗光吴克的体力，这样吴克短时间之内无法进入毒气模式。果然，吴克开始力竭， Barry 一拳下去敲晕了他。刚刚苏醒的乔听说了女儿和搭档正在搞对象，他心里很想再吸一口毒气。超能力监狱完美抑制了吴克的能力，换句话说，他永远都无法逃出来。Barry 来探望父亲，父亲没有提及昨天的红色闪电，而是告诉儿子要继续奔跑。9个月前的那场意外也是威尔斯有意为之，他的目的就是要让 Barry 成为闪电侠。接下来的日子， Barry 每天下班后都会在星辰实验室和伙计们在一起，他可以同时下棋、打球、做实验，但这样就失去了灵魂。一帮劫匪抢劫了武装运载车，为首的男人拿着一把寒冰枪。Barry 赶到时，他们还没来得及逃跑。寒冰男的脸上一副刚刚越狱的样子，为了救助中枪警卫， Barry 放弃了追击。但 Barry 记住了这一副刚刚越狱的脸，从警方档案里一下子找到了他，斯纳特。他以前是个警察，后来当起了劫匪。今天 Barry 又遇见了一个老朋友，绿箭侠团队的守望者，黑客界的王中王菲利西蒂。
斯纳特的小队开始反省这次失利，这道红色闪电让他们吃了一口大鳖。斯纳特虽然是劫匪，但他为了任务能不杀人就不杀人，手下开枪击中了警察，影响了行动。斯纳特不逼逼，一枪就带走了他。显然奥利弗告诉了菲利西蒂真相，为了满足好奇的菲利西蒂，Barry在他面前秀了一把操作，快到鞋都冒起了烟。他带着菲利西蒂来到了星辰实验室，一听说菲利西蒂是给绿箭侠工作的，希斯科突然提起了兴趣。在定制跑步机上，Barry总是尝试自己的极限，但现在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有多快。另一边，斯纳特得到了一把硬货，星辰实验室研发的冷冻枪。斯纳特拿队友做了一次实验，便永远的堵住了他的嘴。Barry 和菲利西蒂开起了 party， 斯纳特也开始了独自行动，还不忘给小朋友分半块口香糖。威尔斯和希斯科也发现了冷冻枪已经丢失，这会对 Barry 不利。威尔斯大发雷霆，此时警方已经发现了斯纳特。Barry 也在第一时间赶往了现场。神器在手的斯纳特根本不需警察，甚至和闪电侠玩起了预判，当着 Barry 的面冻死了一名无辜百姓。这次 Barry 不但自己受了伤，还没有抓住斯纳特。斯纳特虽然不是变种人，但神器在手的他比变种人更加难缠。是希斯科打造的冷冻枪，他起初是为了防止 Barry 变成坏人，但现在落到了坏人手里，小队开始出现了信任危机。而坏人斯纳特也发现了冷冻枪可以抑制闪电侠的速度。今天 Barry 亲眼看着一个人死在自己面前，他把责任怪在了自己身上。 Barry 认为自己还是不够快。菲利西蒂一开口就知道是老江湖了，作为绿箭侠团队的核心人物，几句话就把 Barry 说服了。而希斯科也想到了追踪斯纳特的办法，在黑客之王菲利西蒂的帮助下，他们1分钟就追到了斯纳特。此时的斯纳特刚刚抢走一颗大水晶，但 Barry 这次决定一个人行动，他关掉了无线电。此时菲利西蒂站了出来，一开口就知道是老江湖了，几句话就说服了希斯科等人。当 Barry 赶到斯纳特面前时，斯纳特早就等候多时了，他摧毁了列车，导致脱轨，整个列车上的乘客都危在旦夕。为了不让无辜的人再次牺牲， Barry 以自己目前最快的速度把所有人带了出来，自己却被斯纳特冻住了身体。希斯科和菲利西蒂3个人带着冷冻枪原型机赶到 Barry 面前，这比斯纳特手里的便携版强大4倍。斯纳特转头离开了，如果他知道希斯科手里拿的只是吸尘器，他应该会露出一副刚刚越狱的表情。在菲利西蒂的帮助下，他们重归于好。客串时间一到，他该回到绿箭侠小队了。Barry 跑到列车上来和菲利西蒂做最后的告别。他和艾瑞斯有着复杂的感情，菲利西蒂和奥利弗也同样，他们2个看起来同病相怜。聊完，2个人吻别了对方。绿箭侠变成了绿帽侠，他好像本来就是绿帽。另一边，斯纳特找到了一个自己的老伙计，并且给他带来了一把烈焰枪。而 Barry 遇到了一个大麻烦，他因为新陈代谢太快，喝多少酒都跟没喝一样。今天晚上发生了一起袭击案，一栋大楼发生爆炸， Barry 立刻赶到了现场。一个擦玻璃的工人受到牵连， Barry 想到一个疯狂的办法，他要靠速度实现飞檐走壁。而他的疯狂举动被西方记者艾瑞斯看了个正着，吓得 Barry 赶紧开始面部抽搐。有了前几集的经验，任何无法用科学解释的案发现场都有可能是变种人干的。不巧的是，这个案子被军方强行承包，警局已经无权干涉，因为嫌疑人正是军方的人，所有希望都寄托在闪电侠团队。Barry 立马跑到了他的住址，只是摸了一下 Barry 的衣服就变成了炸弹，他只能裸奔回到了实验室。贝蒂的能力就是摸啥变炸弹，这是他们遇到的第4个变种人，这也是为什么军方的艾琳将军一定要承包这次案件的目的。自从艾瑞斯看到了闪电侠后，他就决定写一篇微博告知天下。另一边的贝蒂开始报复军方的人。Barry 赶到后，贝蒂已经中弹被军方包围， Barry 只好把他带回了实验室。大家给他解释了一遍粒子加速器爆炸，为了帮助贝蒂解决超能力，他们必须进一步做实验。但击中贝蒂的子弹其实是一枚追踪弹。艾琳已经带人来到了实验室，早就认识他们的威尔斯劝退了他们，小队立刻开始实验贝蒂。更坏的是，艾瑞斯实名制发布了一篇微博， Barry 既然不能说服他，就只能闪电侠来说服他。为了不穿帮， Barry 开始抽搐面部和声带，自带电音的想要劝退艾瑞斯别搞事情。所以你这里欠我的有什么还？当 Barry 得知艾瑞斯的目的是为了解释 Barry 母亲的时候，他同意了一切。而另一个坏消息是，他们研究后发现了贝蒂的超能力是不可逆转的，今后只能当着炸弹过日子。Barry 把闪电侠见面会的事告诉了乔，乔早就知道 Barry 爱着艾瑞斯。Barry 这么多年都不敢说出口。晚上，威尔斯独自见了贝蒂，他告诉贝蒂，既然已经不可逆转，那你可以去杀死艾琳，防止他折磨别人。第二天，贝蒂就一个人包围了整个部队。贝蒂把弹珠当成炸弹袭击了艾琳。就在他准备摸一把艾琳的时候， Barry 赶了过来，还没解释几句呢，艾琳就对着贝蒂开了枪。贝蒂临死前本想告诉 Barry 威尔斯真正的面目，但是编剧不让说。贝蒂死后，他自己变成了一个堪比核弹的物质。
拜瑞想到了一个更疯狂的主意，他要水上漂，但他必须要快到每小时1000公里以上。拜瑞抱着贝蒂开始水上漂，一直奔向了大海的方向。在最后一刻时，把贝蒂放进了海里，巨大的爆炸差点引起海啸，但拜瑞又一次突破了自己。回家后，拜瑞本想告诉艾瑞斯自己就是闪电侠，但他还是没有说出口。为了庆祝，凯瑟琳给拜瑞调制了一小瓶浓度高达500的蒸馏酒，一口闷了以后，拜瑞晕了几秒就恢复了正常。而艾琳再一次找上了威尔斯博士。今天他看到了闪电侠，他察觉到了粒子加速器对军队大有用处，但博士压根儿不屌他。如果艾琳还敢来找他，威尔斯就准备弄死他。但艾琳手中有着他的把柄。5年前，威尔斯养了一只叫做格鲁德的大猩猩。粒子加速器爆炸当晚，格鲁德失踪了。拜瑞成为闪电侠后，解决了4个变种人。乔也在尽全力帮助亨利找到无罪的证据。实验室研发出了超能力监狱，用来囚禁那些变种坏人。艾瑞斯为了证明拜瑞曾经目睹的一切是真实的，他对全市报道了闪电侠的存在。刚刚发布就被闪电侠抓了个正着。本想为了艾瑞斯的安全让他停止报道，可罪犯不给他时间。这是城市里出现的第5个变种人，全身金属还能防弹。拜瑞一拳下去就把自己靠骨折了。这次行动以失败告终。拜瑞回到实验室后被诊断出13处骨折，脑震荡外加3根肋骨断裂，这得需要几个小时才能够恢复。今天拜瑞遇到的铁男让他感觉到异常的熟悉，好像曾经见过这个人。警局根据监控找到了铁男的身份，东尼正是拜瑞儿时的恶霸，常年霸凌欺负拜瑞。另一边，乔为了找到杀害拜瑞母亲的凶手，偷偷找到了威尔斯帮忙。为了让拜瑞下一次能够对付东尼，希斯科开始帮他练功夫。可拜瑞的进展实在太菜，同时东尼又盗窃了一些东西。拜瑞回想起了小时候乔告诉他，如果碰到打不过的敌人，就换个思路，用其他的方式打败他。乔给威尔斯讲述了当年的事情，一道黄色闪电杀死了拜瑞的母亲，但14年前粒子加速器还没有出事儿，所以黄色闪电的能力是否和拜瑞一样，他们无从得知。威尔斯站在科学的角度否认了他们的推测。另一边的艾迪和拜瑞抓住了一个认识东尼的工人，并且在追击过程中，艾迪察觉到了异样。根据工人所述，当时东尼在粒子加速器爆炸时坠入了熔铁炉，就因此失踪了。而此时的东尼找到了艾瑞斯，都是小时候的同学，他知道艾瑞斯专门报道闪电侠，就想在他这里得到一些消息。但现在东尼是通缉犯，为了不闹大，东尼赶忙开溜，吓得艾瑞斯赶紧约见了闪电侠，并且告诉了闪电侠东尼说漏嘴的藏身之处。拜瑞一个人跑到了废弃炼铁厂，快速搜遍了整个仓库，都不见东尼。东尼出现后偷袭了拜瑞，打成了重伤。拜瑞这次的意气用事让威尔斯火冒三丈，伤口可以自愈，如果死了就彻底死了。短短的1天半时间，拜瑞被东尼暴揍了2次，就像小时候一样无法还手。经过希斯科的计算，如果用合适的速度撞击他合适的角度，就会对东尼造成巨大伤害。考虑到各种因素，拜瑞需要837迈的速度去撞击东尼，这相当于1倍音速还多。但拜瑞目前还没有达到过那么快的速度，可这是唯一的机会，成功就打败了东尼，失败拜瑞就会粉身碎骨。而东尼这次直接绑架了艾瑞斯。此时拜瑞还在和艾迪练习格斗。接到消息后，拜瑞立刻通知了实验室，东尼把艾瑞斯带到了曾经的学校。警局现在没有任何线索，直到艾瑞斯拼命按下了警报，拜瑞才第一时间跑到了学校。在曾经的学校碰到曾经的恶霸，拜瑞靠拼命根本不是对手。他想起乔曾经说过的话，跑到了几公里之外，他用自己最快的速度冲回到了学校，速度达到了1倍音速以上，一记闷拳打倒了东尼。东尼被关进了超能监狱，拜瑞把自己真正的身份告诉了他，从心里打败了自己童年的阴影。乔开始没日没夜地研究杀害拜瑞母亲的凶手。今晚这道黄色闪电亲自来到了他的家里，以艾瑞斯的命威胁乔放弃追查。威尔斯再次回到密室，开始记录拜瑞每天的成长。现在的拜瑞沉浸在当义警的生活，被人拿枪指着，还笑嘻嘻地秀了一把速度。但这样安于现状的日子让拜瑞没办法掌握自己的全部力量。威尔斯还需要继续引导他变强。城市里发生了一起诡异谋杀案，死者被2400度的闪电烧成了灰。在希斯科的帮助下，拜瑞找到了这第5个变种人。他依靠吸收电能为生，而拜瑞体内大量的电能正是他所需要的。他几乎抽干了拜瑞的速度，拜瑞现在的速度还不如一个正常人。突然发生的事让大家都变得莫名其妙，没有了闪电侠，城市会变得更危险。威尔斯在密室里寻找各种关于闪电侠的未来消息，却一篇相关信息也没有。这意味着从今天开始，未来不会再有闪电侠。他们查出了变种人的信息，名叫法鲁克。而此时他已经来到了星辰实验室的门口，他专程来见威尔斯博士。他开始吸收城市中的大量电能，以至于警局一名罪犯挣脱手铐，击杀了几名警卫，并且劫持了乔和艾瑞斯。
白瑞得知了消息后，却有力使不出。威尔斯告诉白瑞，他的体内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也就是说，他的细胞还处于活跃状态。现在，如果有一个点能刺激到白瑞，也许速度就会回来。这意味着白瑞必须重现一次被电击的场景。如果法鲁克硬闯进来，他们几个人必死无疑。这是唯一可以赌一把的办法了。而塔克曼已经控制了整个警局，整座城市都因为法鲁克断了电，警方没有能力满足塔克曼的任何一个要求。另一边，白瑞打算先劝说一波法鲁克，他感觉法鲁克本意并不坏。当初粒子加速器爆炸的当晚，法鲁克正在电塔上和最好的朋友欣赏着威尔斯的研究成果，结果发生了意外。法鲁克的2个好朋友当场丧命，他把这一切怪在了威尔斯的头上。今天他就是来索命的。法鲁克电对了白瑞，动不了口就只能动手。威尔斯独自断后，其他人负责帮白瑞恢复速度。同一时间，埋伏已久的艾迪准备给塔克曼致命一击，却被防弹衣挡了下来。艾迪中弹倒地，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白瑞的身上。威尔斯来到了超能监狱，放出了东尼，想让他将功补过，去阻止法鲁克，这也能给白瑞充足的时间。西斯科开启了备用电，而东尼负责狂扁法鲁克。巨大的电能流进了白瑞的体内，他的速度并没有完全恢复。东尼已经被电得身受重伤，他的最后一句话告诉白瑞快跑。东尼只是威尔斯的诱饵罢了，他只在乎闪电侠的未来，这让英雄主义的白瑞不满到了极点。白瑞的速度正在慢慢的回来，现在的关键在于他的信念，不怕病人治不好，就怕病人想不开呀。现在的白瑞的心理就出现了问题。艾瑞斯被塔克曼当成了人质，艾迪中枪危在旦夕，法鲁克即将杀死白瑞所有人。为了保证白瑞恢复力量，威尔斯独自站出来面对法鲁克。在威尔斯即将被杀死时，白瑞恢复了速度，把博士救了回来。法鲁克再次开始吸收白瑞的能力，但超负荷的力量让他身体崩溃。白瑞紧接着来到了警局，但塔克曼已经被捉拿归案。艾瑞斯和乔配合着艾迪枪击了他，法鲁克的尸体被放进了超能监狱。这次的失而复得让白瑞更了解了自己的速度，但他这次没有帮到乔他们。白瑞感到良心不安，他以闪电侠的身份告诉了艾瑞斯，今后他不会再迟到了。威尔斯再次记录了白瑞的成长，他发现了让白瑞变得更快的关键是他身边最在乎的人，而白瑞也决定根据博士的指导提高自己的速度。某天晚上，威尔斯偷偷提取了法鲁克尸体里的 DNA， 因为他是目前出现的唯一一个能够偷取白瑞速度的人。恢复速度的白瑞更懂得享受生活，而不是享受速度。是的，没错，这时候出现第6个变种人了，他可以控制别人的心灵，让所有人开始自相残杀，并约他拿走银行的所有钱。艾迪自从知道了闪电侠的存在后，就一心想要抓捕他。艾瑞斯无奈只能约见了闪电侠，顺便警告他。同时，警局利用追踪器查到了新变种人的地址，乔带人追了上去，但警员却被心灵控制。就在白瑞刚刚赶到时，一支箭打败了变种人。奥利弗来到白瑞的城市来找他，一起来的还有绿箭侠团队。他们追踪一个使用回旋镖的凶手来到了这里，顺便观摩一下白瑞。这一次，他们将团队合作，互相帮助。但乔和威尔斯都不相信绿箭侠，因为他在星城的口碑不太好。闪电侠给人们带来光明和正义，而绿箭侠一直是以暴制暴。但不得不说，奥利弗效率极快。暴力问答查出了控制心灵能力者的信息，巴布洛本想查出名字就离开，但菲利西蒂想让绿箭侠证明他不是人们所知的暴力分子。第一件事就是训练白瑞。这几天，奥利弗研究了白瑞近几个月的所有行动，包括斯纳特在闪电侠面前让列车脱轨。奥利弗发现，白瑞每次都是盲目的利用速度快的优势对抗敌人，却从来没有制定计划和观察环境。奥利弗断定，在白瑞跑步的时候自己能射中他。果不其然，白瑞的盲目被奥利弗算计了。但威尔斯和乔依旧不信任绿箭侠。现在唯一能够让他们相信他的办法，就是知道绿箭侠的真正面目。巴布洛有了线索，白瑞不顾奥利弗独自跑过去和他单挑。不出意料，白瑞被控制了心灵，但白瑞现在并没有什么异样，只是脾气变得有些不好。他对任何人都容易表现出不满，特别是教导他的奥利弗。他把所有的不满都喷在了奥利弗身上。回到警局，又对着局长一顿发火，扭头就对乔一顿掏。现在的白瑞已经被巴布洛严重影响了情绪，所有人都察觉到了不对劲儿。如果白瑞彻底爆发，他们就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了。现在只能请绿箭侠来帮忙。而威尔斯也查出了奥利弗就是绿箭侠。另一边，艾迪和艾瑞斯正在回家的路上，他们以为对闪电侠不同的立场争论了起来。恰好白瑞早就对艾迪这个情敌有意见了，用闪电侠的身份对他一顿报复。菲利西蒂恰好找到了白瑞附近的监控，现在只能看奥利弗能不能阻止他了。白瑞变得越来越失控了，奥利弗及时困住了他，双方的团队也开始担心起了对方。凯瑟琳认为奥利弗的弓箭不可能伤害到有超能力的白瑞，迪哥却认为奥利弗的经验胜于一切。奥利弗利用镇定箭想要让白瑞冷静下来，却被白瑞用震动挥发了出去。
现在他们不得不动手，但光凭速度，奥利弗几乎伤不到 Barry， 他只能预测 Barry 的位置，凭借自己的经验击中了 Barry， 在第一时间困住了他。威尔斯和乔负责让 Barry 恢复心智，这次他们打了个平手，接下来就是去解决巴布洛。两个人直接把他送进了超能监狱。这次奥利弗赢得了所有人的信任和尊重，可奥利弗总感觉威尔斯博士哪里不对劲儿，而艾迪已经申请了抓捕闪电侠的特别小组。Barry 对奥利弗说过的话道了歉，奥利弗告诉了他一句至理名言：超级英雄不应该有女朋友。临别前，奥利弗遇到了自己还没有成为绿箭侠时的老相好，而且他已经有了孩子了。但昨晚闪电侠痛扁艾迪的事儿，让艾瑞斯对他失去了信任， Barry 只能疯狂奔跑，这样子眼泪就不会滴在他的脸上。街头出现了一个神秘人，他全身喷射着火焰，他就是凯瑟琳失踪的未婚夫罗尼。今天一家人准备欢欢喜喜过大年，Barry 送给艾瑞斯一条项链作为礼物，这是高仿艾瑞斯母亲当年送给他的婚戒，已经丢了10多年了。最憋屈的就是每天看着好朋友和暗恋的艾瑞斯卿卿我我，艾迪为了不输给 Barry， 决定和艾瑞斯开始没羞没臊的同居。Barry 还给实验室每一个伙伴送了一份新年礼物，但威尔斯却开心不起来。曾经的圣诞节，他失去了自己的妻子。罗尼一路跟踪凯瑟琳，凯瑟琳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今晚，黄色神秘人袭击了水星实验室。Barry 根据现场目击者的叙述断定，他就是杀害母亲的真凶。事情慢慢变得严重了。乔把自己被威胁的事情告诉了 Barry， 实验室开始商讨如何对抗这名黄色急速者。水星实验室一直在研究光速粒子，合理利用的话，可以让人比光速还快。为了防止光速粒子被黄色急速者利用，他们决定守株待兔，埋伏一波。他们首先请来了水星实验室的蒂娜博士商量对策，但蒂娜果断拒绝了和星辰实验室的合作埋伏。超光速粒子是他们的心血，不想跟同行分享。这是 Barry 抓住杀害母亲凶手的最好时机，还是还父亲清白的唯一机会。正当他一筹莫展的时候，黄色急速者亲自找上门来了。Barry 不顾一切追了上去。急速者抽搐着面部告诉 Barry， 想知道我为什么杀了你母亲吗？那你就得追上我。一对红黄闪电在城市中急速穿梭， Barry 追到了体育场，可他迎来了第一次正面冲突，可 Barry 还是不够快，全方面被碾压。他还告诉 Barry， 你知道我是谁？我和你对峙了太多次，只不过我总是比你快一步。蹂躏过后，黄色急速者扬长而去。Barry 赶快把一切告诉了威尔斯，他第一次遇上自己连追都追不上的敌人。为了赶快利用光速粒子引小黄人出来， Barry 一波嘴遁说服了蒂娜博士。另一边，凯瑟琳偷偷带着希斯科追踪罗尼，但罗尼失忆了，他只知道自己叫做火风暴。解决不了罗尼，他们只能优先搞定小黄人，陷阱已经埋伏就位。乔和威尔斯一致认为 Barry 不能参与这次行动，他现在的状态只有仇恨，会影响到他正确的判断。Barry 只能在监狱里和父亲诉苦，因为自己不够强大， Barry 把一切都怪在了自己身上。巨大的自责让他不敢面对父亲，父亲只是告诉他，难道你想像错过艾瑞斯一样错过机会吗？放手去做吧，别让小黄人搅和了无辜的人。下定决心的 Barry 回到家就对艾瑞斯表白了一波，但是现在人家已经有男朋友了。实验室全副武装，等待着小黄人出现。威尔斯坐在人群中盯着监控，小黄人突然出现，他们成功困住了小黄人。威尔斯和小黄人开始激烈辩论，设备忽然失控，小黄人把威尔斯拉出去一顿暴揍，还抢走了光速粒子。凯瑟琳只能通知 Barry， 小黄人干掉了所有人，唯独没有杀死艾迪。Barry 赶来救下了乔，他们迎来了第二次交锋，没有悬念， Barry 被暴打一顿，直到罗尼出现救下了 Barry。 他过来只是为了告诉凯瑟琳别再找他了。艾迪开始怀疑人生，为什么小黄人杀死了所有人，唯独没有杀死自己呢？眼前各种不科学的事情打破了他的世界观，乔只能告诉了他关于变种人的真相，顺便为闪电侠扳回一局。人道主义来说，圣诞节当天不能出现任何敌人，于是大家欢欢喜喜过大年。希斯科的观察力入微，他发现 Barry 和小黄人单挑的时候浮现出了红黄闪电，这恰好和14年前 Barry 母亲出事当晚一模一样，也许当时出现的不止一个人，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细节。威尔斯偷偷来到密室，插入自己的戒指，小黄人的战服浮现在眼前，而胸口戴的就是他改造的光速粒子加速器。Barry 为了让自己更快，在实验室的帮助下进行魔鬼训练，各种真枪实弹导弹轰炸，只为了让 Barry 变强。Barry 使出了一招抛砖引玉，甩开了火箭弹，而他们为小黄人起了一个新名字——逆闪电。今天一个老对手卷土重来，寒冰斯纳特和搭档烈焰米克。斯纳特故意不偷任何东西，只是为了等闪电侠，可他失策了，闪电侠压根就没来。Barry 在事发现场分析出斯纳特冷冻枪的成分，斯纳特因为闪电侠没来，吃了一大口鳖，
于是他准备动真格的抢了一幅价值不菲的画。威尔斯建议白瑞继续以提高速度为主，斯纳特可以暂且不管，你不跟他玩，他到时候自然就会离开城市。眼下最强大的敌人是逆闪电。谁能想到威尔斯这个男人还藏着两副面孔，一边帮助白瑞对付逆闪电，一边假扮逆闪电对付白瑞。希斯科负责给警局配备新装备，用来防御斯纳特。闲暇之余，白瑞帮凯瑟琳分析了一下罗尼的事儿。他们发现火风暴不仅仅是一个代号，还是一份研究报告。白瑞1秒钟看完了这份800多页的报告。报告的作者是一名大学研究生，叫做杰森。另一边的斯纳特抢走了名画，警方第一时间带着新装备赶了过来。他们能够完美防御冷冻枪，殊不知却不知道斯纳特有了伙伴，火焰的威力他们的盾牌根本挡不住，两个人只能是临时撤退。突如其来的新敌人让警方不知所措，2名警员被烧成重伤，2次都没有引出闪电侠。斯纳特有些气急败坏了，他打算搞点新手段。凯瑟琳找到了杰森，并从他的口中得知更加能帮助自己的是斯泰因博士。二话不说，凯瑟琳就顺着网线找过去了，半路就被斯纳特给绑架了。希斯科刚刚研究出了对抗烈焰枪的办法，就是用极度寒冰对抗极热的烈焰。凯瑟琳被绑架的事儿马上就传到了他们的耳朵里，本想对斯纳特不管不顾，但现在白瑞不得不管。斯纳特还在全程直播挑衅闪电侠，约他晚上在火车站别走，他叫人揍闪电侠，还让全城都知道闪电侠是真实存在的。为了朋友，白瑞豁出去了，他一个人来到了约定的地点，当着所有警察的面独自对抗冰火两重天。光凭借速度，白瑞难以打败他们。虽然我不知道是为啥，但是编剧必须要用希斯科的办法。另一边，乔和希斯科已经救走了凯瑟琳了。白瑞对抗两人逐渐败了下风，艾迪扛着盾就冲了过去，和闪电侠站在了一边。无线电一头，威尔斯开始出主意，他让白瑞把速度降下来。出其不意的一招，米克和斯纳特输给了他们，而艾迪贡献极大，冰火两重天蹲进了监狱，冰火双枪也被带回了星辰实验室了。今晚这一战，闪电侠打响了名号，白瑞也认可了艾迪。艾瑞斯在他身边没毛病，他们搬去同居，家里只剩2个孤寡老男。斯纳特和米克被押送监狱的路上，被斯纳特的妹子救了出来。全城都知道闪电侠之后，白瑞也不用再偷偷摸摸的出现在城市里了。亲友团一路给他导航，打击罪犯的行动越来越娴熟，轻松到了他们甚至想要拍照。而艾瑞斯再也不用当键盘侠了，闪电侠的事儿一出，让他的微博迅速走红，他成为了真正的西方记者。当晚，独自在家的威尔斯被神秘组织袭击，仿佛他们知道威尔斯的一切，这让威尔斯想起了2年前的一个伙伴。哈利曾经是威尔斯最信任的徒弟，也是哈利发起了袭击。曾经他和威尔斯亲如兄弟，现在却反目成仇，只是背后的理由威尔斯一直不肯开口。白瑞分析出威尔斯家里的玻璃没有撞击点，极有可能是被声波震碎的，而此时的哈利正在大庭广众之下扰乱公众秩序。白瑞赶到后被声波偷袭，气得他2秒钟卸掉了哈利的装备。哈利好像知道威尔斯的真面目，被关进超能监狱后，哈利警告白瑞，总有一天你会被威尔斯背叛，而且快到你感觉不到自己被背叛了。为了不露馅，威尔斯告诉了他们另一个真相，他们早就知道粒子加速器会爆炸，但他愿意赌上一切接受失败。真相打击了凯瑟琳和希斯科，他们的家人原本不会出事儿。实验室出现了意外，哈利被抓了进来，都是他一手策划的。威尔斯刚想加速跑2步，就2腿发软，仿佛肾虚。哈利逃了出来，盗走了实验室的所有资料。白瑞回去后，哈利已经溜了。当年威尔斯为了不让哈利走漏风声，强行断了他的后路。为了赢得所有人的信任，威尔斯对全城公布了加速器爆炸的理由，并且郑重道了歉，但哈利仍然不准备善罢甘休。白瑞赶到后，威尔斯告诉他优先拆下哈利的手套，但哈利盗走的文件中有着闪电侠的全部数据，这也是他一手策划的。他用提前准备好的声波控制了白瑞，逐渐瓦解着白瑞的身体。威尔斯利用卫星调节了所有车载电台，成功阻止了哈利。威尔斯换回了白瑞3人的绝对信任，但乔却越来越不信任威尔斯。威尔斯的速度正在逐渐的流失，光速粒子加速器只能起到缓解的作用。接下来他要搞点大事情。我是瓜皮儿，下期见。白瑞在一次次的救人过程中慢慢提高了自己的速度，他必须要让自己变强，才可以有实力对抗逆闪电。今晚出现了第7个变种人，他依靠心灵传输的能力救出了监狱中的男友。白瑞在监狱里调查线索，
乔特意让他和父亲见了一面。根据 Barry 提取的有机物，实验室也推测出了嫌疑人是超能力者，匹配出的 DNA 指向一位小罪犯肖纳。等大家开始分头行动后，希斯科悄悄找到了哈利。事发当晚，不但罗尼出了事儿，斯泰因博士也在同一时间失踪。纠结半天的希斯科还是为了罗尼把哈利放了出来，前提是他帮助自己查找真正的原因。两个人在实验室找到了一个黑色人影，而这个遭受巨大辐射的人就是失踪的斯泰因博士。调查完，哈利就想逃跑，但希斯科早有准备，一招赵喜娜把他打得服服帖帖。另一边，乔和 Barry 在监狱里得到了亨利的消息。亨利偷偷在监狱里打听着这个犯人的消息。Barry 担心父亲的安全，叫他收手。一起运钞车劫案吸引了 Barry， 跑到现场后恰好就是肖纳两人。Barry 虽然速度很快，但他现在还没有快到可以抓住瞬间移动的人。一颗子弹射向了 Barry 的脖子，他以最快的速度捏住了子弹。肖纳也趁机逃跑。既然威尔斯他们知道了肖纳的能力，他们就有时间研究出肖纳的弱点。和一个永远喝不醉的人一起来酒吧，下场就是出尽洋相。同一时间，希斯科再次带着哈利来到了警局调查监控。最后的录像显示，化为火风暴的罗尼和斯泰因合二为一，也就是说，现在的罗尼其实是两个人。帮忙调查完真相，哈利就踢翻了希斯科，成功逃跑。另一边的 Barry 和凯瑟琳还在尬歌，一展歌喉。Barry 收获妹子琳达一枚，凯瑟琳却已经醉得不成样子了。Barry 把她送回了家，闭着眼完成了光速着装。Barry 坐在床边陪了凯瑟琳一晚。第二天刚到实验室，就得知了哈利逃跑的消息。大家虽然很生气，但毕竟希斯科得到了有用的线索，也只能顺着线索继续追查。解决掉肖纳，就去找罗尼。威尔斯发现肖纳只能传送到自己看得见的地方，这就是他最大的弱点。正打算进一步决定计划的时候，Barry 接到了父亲受伤的消息。为了帮儿子找到更多有用的线索，亨利被监狱里的恶棍打伤，并且身中一刀。在 Barry 的再三逼问下，父亲告诉了他打伤自己的是谁。当晚，这个罪犯却被闪电侠带到了监狱外面，越狱会被加刑10年，这正是 Barry 对他的惩罚。解决完父亲的事儿， Barry 就找到了刚刚完成抢劫的肖纳。在一番激情互殴下， Barry 还是没有办法抓住他。正当两个人要逃跑的时候， Barry 光速拉闸，敲碎了所有灯泡。一片漆黑的隧道里，肖纳无处可逃。好消息是，她的男友出卖了她，她也被关进了超能监狱。Barry 再次来探望父亲，而父亲却越来越确定儿子就是闪电侠。在城市下水道里，失踪已久的格鲁德再次出现。Barry 很快就和酒吧结识的琳达迎来了第一次约会。Barry 沉浸在恋爱的酸臭之中，他和琳达比赛，看谁能吃魔鬼辣椒。琳达上个厕所的功夫， Barry 就解决了一桩抢劫案。琳达接个电话的功夫， Barry 又解决了一起跳楼案。当晚，他们就确定了恋人的关系。而火风暴找到了一个老友寻求帮助，他想要恢复自己的身体，可他却失控焚烧了对方。另一边，乔偷偷来找希斯科，他们一起来到了 Barry 家的旧址，房子早已易主，但他们找到了一面当年的镜子，镜子后面有一堆硝酸银，这只有老式镜子才有。根据希斯科所说，当年两个极速者打架时产生的闪电会给镜子上的硝酸银提供足够的曝光，也就是说，他们可以重现当时的场景。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他们很快搬来了设备，开始重现。在仅有的10次曝光之中，他们发现两个极速者单挑的时候，其中一位流出了血，在墙纸后面找到了血渍，这足以让他们根据 DNA 找到凶手。而拜瑞等人来到了斯泰因博士的家里，他妻子克丽萨也发现最近总有一个不认识的人跟踪自己，这个人恰好就是火风暴。威尔斯也发现罗尼和斯泰因不仅仅是共用一部身体，他们还分别拥有自己的意识，所以他们有时候跟踪凯瑟琳，有时候跟踪克丽萨。今晚 Barry 在家里和琳达迈出了第一步，但他是闪电侠，是世界上最快的男人，差点光速抽搐的时候，他们找到了火风暴的下落。Barry 穿上衣服，无情地离开了家里。Barry 正要制服他，就被火风暴带上了天，差点摔死的时候，又是火风暴接住了他。这次的抓捕行动又失败了，Barry 只好赶去和琳达道歉。万万没想到，琳达和艾瑞斯是同事。Barry 走后，艾瑞斯柠檬精附体，告诉了琳达 ，Barry 其实有喜欢的人了，就是老娘哦。紧接着，克丽萨和凯瑟琳一起见到了火风暴，老婆们的真情吐露让火风暴决定接受星辰实验室的帮助。一件事未平，另一件事又来了。琳达打电话给白瑞说分手，一听缘由，白瑞赶忙找到了艾瑞斯，一顿掏后，艾瑞斯表示和我没有多大关系哦。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奥利弗告诉白瑞，超级英雄别搞对象。另一边，乔怀疑血刺是威尔斯的，他希望希斯科能帮忙对比一下 DNA。希斯科把威尔斯当做了恩师，他根本不会怀疑威尔斯。两个人最终还是不欢而散。而实验室里的火风暴就更惨了，他现在身体极其不稳定，如果还没有找到解决办法，他就会自己爆炸，威力堪比核弹一般。核爆炸会让整座城市变为废墟，为了保险起见，威尔斯提议让宿主自身毁灭，等于拿他们两个人的死换来了整座城市。大家一听不乐意了，只要世界未亡，他们死不投降。
就在这种危急关头，Barry做了一个大决定，他挽回了琳达。Barry 一口闷了一个比魔鬼辣椒辣400倍的辣椒，一波真情告白，琳达和他重归于好。另一边，威尔斯开始纠结了，如果城市被炸烂了，那么他这么多年的计划全都泡汤了。于是威尔斯拿着给自己提速用的光速粒子，改造了一部量子连接器，足以分离火风暴体内的2个人。好消息是，火风暴消失了，一颗行走的核弹丢了，实验室进入了警备状态。最终，他们找到了50公里外的火风暴。Barry 和凯瑟琳赶去了现场，同时希斯克的核对报告也完成了。血液的 DNA 是 Barry 留下的，而且是成年后的 Barry。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他们找到了火风暴。火风暴正准备自杀呢，就被他们拦了下来。凯瑟琳把量子连接器交到了他们手里，火风暴也马上就要爆炸。Barry 抱起凯瑟琳就开始玩命的往前跑，巨大的蘑菇云差点吞噬了他们。而这爆炸也吸引了狗将军艾琳的注意。当Barry把凯瑟琳带到安全区后，爆炸也彻底结束了。但是这场爆炸没有产生任何辐射，2个人又跑到了中心，他们这才找到了分离后的罗尼和斯泰因博士。久违的伙伴重新见面，大家仿佛又过了大年。接下来的各种检查，他们都没有大碍，唯一影响的就是2人的情绪。被迫共用一具身体的2个人，谁也看不惯对方。乔也把他和希斯克的研究秘密告诉了 Barry。作为一个急速者， Barry 很快就感觉到了不妙了。一切证据都表示他本人亲自来到过15年前。这种想不通的事儿只能告诉了威尔斯。威尔斯表示，时间旅行现在看来根本不可能实现。假设你真的穿越了，你的任何举动或者抉择都可能会建立新的时间线。Barry 又找到了斯泰因博士，讨论时间旅行的事儿。斯泰因曾经深度研究过时间，他相信肯定有穿越时间的办法，只是他们还无法实现。斯泰因认为是未来的某一天， Barry 的速度快到不可思议，以至于他的大量动能打破了时间。既然未来的 Barry 能穿越到了过去，按照现在的时间线证明，他还是没有救下自己的妈妈。也许命中注定他的母亲必须死在15年前。突然，斯泰因感觉身体极度不适，同一时间，罗尼已经被艾琳抓了起来。Barry 赶忙跑到了现场，瞬间锤翻了所有士兵，可他却被艾琳摆了一道。还好威尔斯带人及时赶来，救走了2个人。Barry 被扎成了海胆，而罗尼和斯泰因也产生了某种联系，2个人的脑电波完全同步，这等于他们身体分开了，意识却依旧相连。威尔斯直接找上了艾琳，就在当初 Barry 拯救贝蒂的时候，他摘下了面具，这一幕恰好被倒地的艾琳看了个正着。威尔斯的表情已经变样了，他这次连警告都不带警告了。博士心里早就有了自己的算盘，他先把斯泰因博士出卖给了艾琳，又开始引导 Barry 他们找到斯泰因的位置，利用意识相连的罗尼追踪斯泰因。罗尼通过克斯的办法询问斯泰因的位置，斯泰因有摩斯电码告诉了他们自己处在27号军事研究所。Barry 带着罗尼赶到了研究所，但罗尼还是不能接触斯泰因，如果他们接触对方，会再一次变成火风暴，那样的话，威尔斯也没有办法帮助他们分离。Barry 救走了枪口下的斯泰因，但他们已经被团团包围。Barry 被特制的导弹击中身体即将开始自燃，威尔斯让他加速奔跑，创造一个真空的环境，避免着火，并且说出那句让 Barry 胜率达到100%的台词儿 Run, Barry, run. Barry 一边开始玩命跑，斯泰因和罗尼开始玩命躲，但他们根本逃不过艾琳的部队。危机时刻，他们选择了融合，而且双方都是一厢情愿。斯泰因的大脑加上罗尼的身体，2个人完美的配合，把艾琳手下炸成了金黄色。正要对着艾琳操作一波的时候，被他的另一个秘密武器化解了。狗艾琳正要毙了他们的时候， Barry 终于解决了自己，救下了火风暴。2个人一个跑一个飞，冲回了实验室。罗尼和斯泰因接受了对方，也完全信任了对方，这让他们可以完美的合体分离。但是他们必须找到解决一切的办法。对家人告别后，斯泰因决定带着罗尼去找一个老伙计寻求帮忙。大庭广众之下，2个大老爷们儿公然合体，并且点燃了激情，飞上了天空。而Barry也下定决心，要在自己能够穿越回去的时候打败逆闪电。希斯科重现的这些画面能够帮助他找到击败逆闪的关键。深更半夜的时候，逆闪电嗖嗖嗖的把艾琳带到了下水道，还摘下了面具，让艾琳知道了自己死在了谁的手里。说完就把艾琳喂给了格鲁德，舒服的一匹呀！为了能够在自己穿越到过去的时候拥有足够的实力，Barry决定要变得更快，来拯救自己的母亲。事情回到1年前，粒子加速器爆炸当晚，在第一期视频中出现的变种人马丁，因为乔当时要逮捕他，马丁驾驶飞机飞上了天，而加速器导致飞机爆炸。但是在飞机上还有另外一个人，马丁的哥哥马克，他也因此获得了超能力。当时乔为了救下 Barry， 2枪带走了马丁。为了给弟弟复仇，马克开始四处杀人，只为找到乔。威尔斯和希斯科亲如父子，看着喜剧电影，吃着膨化零食，他们几乎无话不谈。希斯科本要去参加哥哥的生日聚会，马克袭击停尸房的事情打断了他们。通知 Barry 后，闪电侠第一时间跑到了现场。Barry 在路上看到了另一个自己，
犹豫了一下，白瑞停在了原地，可他还是晚了一步。白瑞心不在焉地碰洒了队长的奶茶。根据尸体的受伤程度，白瑞猜测是被冰雹砸死的。艾迪拿来了唯一的录音，乔一下就认出了凶手是马克。一伙人在实验室商量着怎么解决马克。等大家都走了以后，白瑞把自己看到另一个自己的事儿告诉了威尔斯。威尔斯认为那是速度太快造成的海市蜃楼，让白瑞不用太在意。回家的路上，白瑞告诉乔，自己和艾瑞斯的关系又开始变得复杂了起来。还没多说，马克就袭击了他们。马克引了一手天雷，直接劈向了乔的车。白瑞赶忙把乔救了出去。现在马克一心想要杀死乔，队长辛格命令乔待在警局不要走，他必须保证自己手下的安全。很快，希斯科研发出了对抗马克的武器。今天早些时候，艾瑞斯的同事经过调查，发现威尔斯有些不对劲儿，他涉嫌一桩杀人案，但没有过多的证据。白瑞认为这根本不可能。晚上，希斯科把武器送到了警局，顺便因为白瑞说的话问了乔。他有点怀疑威尔斯在故意隐瞒什么。忽然，马克来到了警局，还是和一群警察坐电梯上来的。希斯科赶忙召唤了白瑞，马克边解说边对峙乔。警察局竟然一个人也不过来。马克打翻了乔，正要引天雷劈死他的时候，队长辛格冲上来为乔挡下了致命一击。这时，白瑞才赶到，拿着秘密武器打跑了马克，但辛格还是重伤昏迷不醒。另外一边，希斯科一直因为威尔斯的事心不在焉。他调查了当初抓住逆闪电时的设备运行状况，发现设备没出一点问题。为了进一步调查，希斯科让凯瑟琳明天早上拖住威尔斯。第二天一早，希斯科就开始偷偷调查当时的仪器。希斯科发现设备根本就没有出现意外，他们抓住的逆闪电也只是一个残影。同一时间，乔独自一个人开始追查马丁，半路上碰到了专门过来支援的艾迪。刚来到马丁的藏身处，乔就被马丁活捉，把他带到了海上。乔被抓起来的事儿很快被艾迪告知了警局。白瑞安慰着艾瑞斯，马丁打了一个电话，想让他独自过来送死。艾瑞斯转眼就告诉了白瑞。另一边，凯瑟琳在拖延着威尔斯，可他一回头的功夫，威尔斯就已经消失了。此时，希斯科已经发现了当初的逆闪电全是假象。突然，威尔斯出现在他身后，博士站着走了进来。他告诉希斯科，他的本名叫埃尔伯德斯旺，和艾迪斯旺有着血缘关系，所以他当晚没有杀死艾迪。斯旺也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两个自己，当他急速移动时会创立一个残影，而15年前他本是去杀死白瑞的，他来自未来却回不到未来，只有闪电侠的速度能让他回家。斯旺最后很惋惜希斯科，他一直把希斯科当做了自己的儿子，可希斯科知道的太多了。斯旺最终杀死了希斯科，以防后患。另一边，白瑞已经和艾瑞斯赶到了现场。此时，马丁引起了巨大海啸，生死关头的时候，艾瑞斯突然对白瑞吐露了心声。他说自己一直都爱着白瑞，眼下这种情况，白瑞不得不用另一个身份阻止马丁了。传说中的闪电侠居然就是自己的青梅竹马，艾瑞斯都傻了。白瑞为了阻挡海啸，开始围绕城市正反奔跑，打算用自己的速度抵消海啸。巨大的压力和信念让他的速度快到了前所未有。忽然，白瑞冲破了时间，在路上看到了另一个自己，犹豫了一下，白瑞停在了原地。希斯科提醒他赶快去停尸房啊，等啥呢？来到停尸房后，白瑞还是晚来了一步。这次白瑞刻意慢慢走了进来，没有碰洒辛格的奶茶。昨天发生的事情重现在了眼前，艾迪还没有掏出录音，白瑞就直接断定凶手是马丁。一伙人在实验室商量着怎么解决马丁。白瑞把每一个人要说的话都猜了出来。威尔斯一看就不对劲儿了，找白瑞就要 talk。白瑞只好把急速奔跑打破时间的事情告诉了威尔斯。博士警告他，时间比你想象中要复杂，你必须隐瞒这件事，而且要原封不动地重新度过今天，否则一点偏差都会引起巨大的后果。回到警局，看着辛格和乔，白瑞直接跑到了马丁的藏身处，把他抓进了超能监狱。威尔斯对此无话可说，他只是警告白瑞，你玩弄时间，时间就会玩弄你。没有马丁的事儿，希斯科参加了哥哥的生日聚会，他的哥哥丹提讨厌的一痞，处处针对自己的弟弟，而白瑞还在和博士研究发生的事。影响白瑞速度的因素很多，情感环境、精神状况等等。乔对白瑞的不正常也感觉不正常，但是这件事儿白瑞必须对任何人保密。时间的报应慢慢推向了白瑞。琳达和他和平分手，白瑞只能找到艾瑞斯 talk。他以为昨天艾瑞斯对他有意思，就等同于今天艾瑞斯对他有意思了。在酒吧里，希斯科被一个金发妹搭讪，两个人正要滚进爱情的怀抱，希斯科才发现金发妹是斯纳特的妹妹 Lisa。冰火两重天又回来了，他们抓住希斯科是为了让他重新打造冰火枪。
为了防止希斯科不同意，还抓来了他的哥哥丹提。一夜过后，希斯科给甲方提交了成果，还给丽萨造了一把金枪。白瑞如同往常一样找到艾瑞斯 talk， 可他刚表白就被艾瑞斯果断拒绝了。时间的另一个报复开始了。威尔斯却一点也不惊讶，面对为非作歹的冰火两重天，白瑞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毕竟希斯科还在他们的手上。警方调查现场的时候，艾迪给了白瑞一胖子，以此警告白瑞别再表白艾瑞斯。各种报应让白瑞心态爆炸，他只能把一切告诉了威尔斯。现在的事情比穿越前更难解决，但这就是玩弄时间的下场。这仅仅是一天，如果白瑞穿越到15年前或者更久，那后果不堪设想。希斯科这边，斯纳特给了他一个选择，说出闪电侠的真正面目，或者是哥俩双双把家还。就这样，希斯科安全回到了实验室。虽然他暴露了白瑞，但是大家并没有怪他。威尔斯单独和希斯科 talk 了几分钟，他们来到了当初抓住逆闪电的地方。威尔斯希望他不要太自责，每个人都有自己脆弱的一面。此时，冰火两重天正在打劫，白瑞单独把斯纳特带到了几公里外，他摘下了面具，两个人 need talk。We have to talk. 斯纳特早有一手准备，如果他有任何闪失，就会对全城公布闪电侠的身份。他享受的是和闪电侠对抗带来的刺激感。白瑞告诉他，如果你想赌上一切对付我，随你便，但是如果你伤害我的家人，就算你公布了我的身份，我也一样会干掉你。看着眼前这个男人这么有种，斯纳特决定暂时和白瑞达成了协议，两个人亦敌亦友。回去后，凯瑟琳给了白瑞一个台阶，他告诉艾瑞斯和艾迪，白瑞现在处于闪电击中后遗症，经常会控制不住自己，他们三个人才重归于好。而那名怀疑威尔斯涉嫌杀人案的记者布里奇，半夜就被逆闪电掏了心。白瑞看到布里奇失踪的新闻时，威尔斯正在他面前，他突然联想到布里奇说的案件，白瑞立刻开始整理思绪。各种迹象表明乔的猜测是对的，威尔斯并不是他们熟知的样子，这一切都要从15年前说起。那天晚上，白瑞和逆闪电一路打到了家里，就在逆闪电要杀掉幼年白瑞时，那道黄色闪电把白瑞送了出去，那正是白瑞自己救了自己，因此斯旺才恼羞成怒，杀掉了他的母亲。但穿越所造成的巨大能量消耗，导致斯旺的速度慢慢流逝，他没有足够的速度回到自己的未来。而15年前的威尔斯和妻子正商量着创办实验室的计划，星辰实验室的名字也是他的妻子泰斯命名的。来自未来的斯旺因此盯上了威尔斯博士，并且故意制造了车祸。在未来，威尔斯的确制造了粒子加速器，但是为了回家，斯旺必须让这一切提早几年发生，因此斯旺易容成了威尔斯，用另一个身份活了15年。但这些白瑞他们并不知道，想要抓住斯旺就必须有足够的证据，他们必须有足够的耐心等待。城市里出现了病态的罪犯，他把礼物装上炸弹袭击了公园，一个小朋友险些丧命，好在白瑞及时赶到，他不但袭击了城市，还全程直播。这个罪犯自称魔术师，20年前也有一个自称魔术师的罪犯杀了10余名无辜的人。乔和白瑞开始刻意避开威尔斯，老魔术师现在还在蹲大牢，他表示自己根本不认识外面那个冒牌货，也并不在乎冒牌货在外面杀了多少人。他只是告诉了乔，他们自己有一个秘密基地，在秘密基地里，白瑞和乔险些被炸死，里面的东西已经彻底搬空。他们再次找到魔术师，询问丢失的是什么，得到的答案是一枚巨型炸弹，足以让整个城市彻底消失的炸弹。而那个冒牌货已经把炸弹安放在了城市某个角落。商量决策的时候，威尔斯就感觉到白瑞不对劲儿了。单独 talk 后，白瑞算是蒙混过关。白瑞开始快速搜索冒牌货所说的安放地点，搜了几遍都没有找到。威尔斯提醒他，这可能是个陷阱，炸弹也许根本就不在那里。但是白瑞不相信他，硬要找出炸弹，因此白瑞错过了机会。冒牌货真正的目的是救出老魔术师，他们还抓走了一个人质，白瑞的父亲亨利。冒牌货一直都是按照老魔术师进监狱前留下的线索行事。老魔术师直言，我就是你爹，所以我才需要你。白瑞陷入了自责，如果他当初相信威尔斯，父亲就不会被抓走，但是去相信一个杀死自己母亲的人，又谈何容易呢？可不管威尔斯做了什么，他目前肯定会一心帮助白瑞。当晚，父子魔术师就劫持了晚宴上的所有人，包括西方记者艾瑞斯。艾瑞斯偷偷给父亲拨去了电话，魔术师已经给所有人下了毒，1个小时后就会暴毙身亡。希斯科顺着电话的定位找到了艾瑞斯的位置，白瑞刚刚赶到就被装上了炸弹。如果他的时速低于970公里每小时，炸弹就会立刻爆炸。白瑞只能玩命奔跑。威尔斯开始引导白瑞穿墙，他让白瑞和空气产生共振，让身体上下每一个细胞保持活跃状态。博士让白瑞感受空气，深呼吸，感受闪电流过血液的感觉，把自己融入到神速力之中。白瑞按照指示成功的穿越了一辆卡车，摆脱了炸弹。完事后给所有人注射了解药。
把魔术师送回了监狱，并且把父亲从鬼门关拉了回来。白瑞直接摘下了面具，面对老爹，他不必再对家人隐瞒自己的身份了。父子俩相拥而笑。追查威尔斯的事情，光靠白瑞和乔根本没办法解决，他们又不知道该不该相信希斯科和凯瑟琳。于是白瑞把身份告诉了艾迪，他们3个人必须齐心协力。威尔斯引导白瑞穿墙的时候所说的那些话，就好像威尔斯自己就是极速者。白瑞已经100%确定威尔斯就是逆闪电。有了闪电侠的加入，乔和艾迪的办案效率极快，罪犯一眨眼就被送上了警车。一名可以操控蜜蜂的神秘人，他有预谋地杀死了一名女教授，致死量的毒素让死者面目全非。自从知道威尔斯的身份以后，白瑞就不太愿意回到实验室。可这件事儿仅凭他们3个根本无法解决。菲利西蒂再次来到实验室，他还带来了一个朋友雷，全身自带超人梗的原子侠降落在了实验室。It's a plane. 他们的目的很简单，想让白瑞的朋友一起帮忙完善一下战甲。奥利弗的朋友就是他们的朋友。大家准备开搞的时候，白瑞表示不乐意了。外面还有一个拿蜜蜂杀人的罪犯呢，不应该先解决他吗？感觉白瑞有点不对劲儿。菲利西蒂和他 talk 了一会儿，这才知道关于威尔斯的秘密。正当希斯科和雷研究战甲的时候，雷的一句夸赞让希斯科突然回忆起了上一个时间线的事情。威尔斯杀死他的场景历历在目，刚缓过神来，杀人疯又犯案了。白瑞赶到现场后，又是一名教授被蛰成了麻瓜，死者的体内出现了大量的蜜蜂，围攻了白瑞。白瑞按照希斯科的指示逃跑，却来到了一条死路。白瑞被活活蛰得休克，依靠战衣上的电击器才恢复了心跳。希斯科的这次失误险些让白瑞丧命，他因为看到了威尔斯杀死自己导致分神，这恰好让白瑞更不信任实验室了。希斯科找到了乔单独 talk， 他感觉白瑞哪里不对劲儿，乔也只能是委婉地告诉他白瑞是在担心逆闪电。可就是这句话让希斯科再次看到了上一个时间线。实验室突然遭到了蜜蜂的袭击，威尔斯正要站起来的时候，白瑞抓住了一只。他们发现这蜜蜂完全就是由机械制造的，结合前2个死者都来自于水星实验室。威尔斯想到了一个老朋友蒂娜，一听说是机械蜂，蒂娜就知道凶手是拉万，出自他们实验室的顶级机器人专家。自从拉万把蜜蜂武器化之后，蒂娜就开除了他。显然蒂娜也在拉万的刺杀名单上，可他不接受星辰实验室的帮助。没多久，菲利西蒂就利用手中的机械蜂找到了蜂群的定位。蜂群已经赶到了水星实验室，蒂娜已经被彻底包围，想要打败拉万就必须找到他真身的位置，光靠白瑞根本不行。而雷的战甲机械蜂遮不穿，他们分头行动，雷负责吸引蜂群，白瑞负责找到拉万，而菲利西蒂负责黑入拉万的系统。白瑞找到了拉万，却也找到了蜂巢，大量的蜜蜂扑面而来。菲利西蒂及时掌控了蜂群的控制权，2个键盘侠展开了蜜蜂抚养权的世纪大战。另一边的雷还在用肉体吸引着蜜蜂，他一头扎进水里让蜂群短路，自己则在瘫痪之前安全着陆。2个键盘侠还在激情敲打着键盘，交战之中甚至把电脑都敲冒烟了。最终菲利西蒂大获全胜，心疼拉万1秒钟啊！正当大家庆祝的时候，一只落单的蜜蜂飞向了雷，希斯科怒挡一针，导致自己进入了休克状态。白瑞赶忙跑了过来，搓了搓手电醒了希斯科。希斯科在危险时挺身而出，白瑞认为他不会和威尔斯同流合污。蒂娜博士特意来感谢白瑞和实验室的帮助，顺便白瑞就问了问他关于威尔斯的事情。自从15年前威尔斯失去了妻子之后，蒂娜感觉他就变了一个人。在那之前他们本来关系非常要好，考虑了一下，乔和白瑞拉希斯科和凯瑟琳入了伙，凯瑟琳还有点质疑，希斯科却直接断定博士就是逆闪电，因为他看到的场景过于真实。现在除了凯瑟琳，所有人都对威尔斯充满了敌意。今天出现了一个新的变种人，只要有接触，他就可以变成任何人，当着白瑞的面说消失就消失。白瑞留在实验室继续调查变种人，希斯科和乔已经偷偷来到了星城调查威尔斯。15年前过去了，事发现场空无一物，希斯科却探测到了超光速粒子的存在。一路挖下去，他们找到了威尔斯的尸体。另一边，凯瑟琳为了确保白瑞他们没有冤枉威尔斯，偷偷来到了博士家里，刚想进门就被白瑞拉了出去。白瑞费尽口舌才让凯瑟琳同意保守秘密。经过调查，他们推测易容人叫做汉尼拔。当晚，白瑞就和艾迪找到了汉尼拔的家里，却没想到汉尼拔伪装成了自己的奶奶。为了不暴露身份，白瑞不能使用神速力。就在艾迪马上要追杀汉尼拔的时候，汉尼拔伪装成了艾迪，并且枪杀了2名警察。行车记录仪记录下了一切。艾迪被地方检察官看守了起来，现在只有找到汉尼拔本人，才能还艾迪一个清白。急躁的白瑞刚回家就有人敲门，一看是艾迪，白瑞还在纳闷他是怎么出来的呢？转头就被汉尼拔打昏过去了。汉尼拔复制了白瑞的容貌，恰好凯瑟琳有了新研究，2个人一起回到了实验室。
不老实的汉尼拔一口亲了上去，直到博士赶来后，一眼看出了破绽，白瑞根本就不是左撇子。就这样，汉尼拔被博士抓了个正着。可惜艾瑞斯在场，他们没办法把他关进超能监狱，只能送去警局。有艾瑞斯的地方就有灾难，汉尼拔伪装成小孩逃离了他们的控制，白瑞这才被凯瑟琳找到，一嘴巴子唤醒了他。为了防止汉尼拔再次易容，凯瑟琳发明了抑制他变形的药水。白瑞在机场拦住了汉尼拔，他开始变换各种白瑞亲近的人，想让白瑞手软。只可惜白瑞不吃这套啊！汉尼拔甚至变成了闪电侠，真假美电侠激情斗殴，但是超能力他无法复制，最终被白瑞一针扎进体内，控制不当提前昏厥。机场的监控被秘密交给了地方检察官，艾迪才被无罪释放。被关进超能监狱的汉尼拔还在玩着72变，只是他的真容让人背后发凉。博士对他的能力颇感兴趣，乔和希斯科带着威尔斯的尸体回到了警局， DNA 与威尔斯完全一样，他们可以100%断定现在的博士只是徒有其表罢了。现在所有人都站在了同一边。希斯科仔细检查了一遍实验室的建筑模型，发现有一间小屋子从未出现过，他们这才找到威尔斯的密室。看着眼前逆闪电的皮衣，还有人工智能的吉迪恩，上面一直放着未来的报纸2024年与闪电侠的交战，闪电侠消失于光芒之中，而报道这篇新闻的就是西方记者艾瑞斯，只是艾瑞斯的署名变成了艾瑞斯·艾伦。他未来最终嫁给了 Barry。 吉迪恩对 Barry 有问必答，他说出了威尔斯真实的目的是杀死 Barry， 而吉迪恩正是未来的 Barry 研发出的 AI， 所以他会为 Barry 保密。博士回到密室询问情况，吉迪恩也确实隐瞒了一切。为了商讨计划， Barry 把之前穿越的事情告诉了他们。他怀疑希斯科的梦境其实是真实发生的，不多逼逼，希斯科立马设计了一部眼镜，可以让他清醒地进入梦中。在梦里，希斯科看到了一切，先是自己发现了逆闪电，又是得知了逆闪电的名字斯旺，紧接着就被一手刀给掏死了。希斯科吓得血压一下就上去了。正在大家极度紧张的时候，博士打来一通电话，一座大厦发生了火灾，白瑞没有办法救出所有人，博士就开始引导他旋转手臂，吸走所有氧气。经历了他们这么多诡异的行动，博士也起了疑心了。所有人准备将计就计，重现希斯克的梦境来引出斯旺，并且设计了一套可以阻挡急速者的屏障，其他人则埋伏在附近。事情回到1年前白瑞昏迷的时候，乔和艾瑞斯轮番照看他，就在不经意间，白瑞指尖划过一丝闪电，让他记忆深刻。时间回到现在，博士一听说希斯科在调查踪迹，叹了一口气，就准备下去。场景和当时一模一样，唯一的不同就是博士穿过了屏障。眼看着希斯科有危险，乔3枪就准备带走他，白瑞只抓住了2颗子弹就被屏障弹开。只可惜他们杀死的是汉尼拔，真正的斯旺早就知道了他们的小伎俩，双方撕破了脸。其实斯旺早就暗中监视了所有人，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被他偷窥着。斯旺直接绑架了艾迪，白瑞差一点就及时赶到。临别前，白瑞指尖划过一丝闪电，这让艾瑞斯突然识破了白瑞的身份。艾迪是斯旺的祖先，所以斯旺不能让他出任何事儿，因为他来自下一个世纪。而艾瑞斯他最终还是知道了白瑞的秘密，知道了白瑞就是闪电侠。出于无奈，白瑞把发生的所有事全盘托出，没有一丝隐瞒地告诉了艾瑞斯。另一边，一位假面骑士没有征兆没有理由的四处轰炸，白瑞刚想阻止，就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刺激了他的大脑。为了继续追击这位假面骑士，乔带着手下埋伏了起来。这次白瑞直接把他撞昏了过去，可面具下面的人却是失踪已久的艾琳将军。艾琳像是行尸走肉，没得感情，他的大脑已经被格鲁德精神操控，目的就是各种角度去骚扰闪电侠。5年前，大猩猩格鲁德被艾琳拿去做实验，他们想要提高士兵的感官能力。直到粒子加速器爆炸当晚，格鲁德成为变种大猩猩，被赋予了心灵感应的能力。格鲁德最相信的人除了主人威尔斯，就只剩下对他最好的凯瑟琳。白瑞、乔、希斯科一起来到了曾经出事的下水道，秉持着猴子爱吃香蕉的法则，他们带着一把香蕉就进去了。但格鲁德可是变种大猩猩，靠意念打昏了白瑞，活捉了乔。乔的肉体和精神被双双摧残，失去了博士的帮助，他们很难想出一个解决办法。博士走的第一天，想他。此时斯旺把艾迪关在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地方，偌大的斯旺家族，只有艾迪的历史最为悲惨。斯旺给他展示了未来的报纸，署名艾瑞斯·艾伦。一听说自己的现在女友嫁给了未来的好朋友，艾迪心态崩了。同一时间，希斯科制造了免疫格鲁德的紧箍咒，带上紧箍咒，白瑞就准备给格鲁德认真必杀系列超音速拳，被格鲁德轻松化解。白瑞一顿光速修脚，人并卵，紧箍咒已被破坏。就在白瑞被精神控制，即将被列车撞死之时，艾瑞斯远程和他 talk 了一波，一系列的回忆杀让白瑞充满了力量，摆脱控制的同时打败了格鲁德，安全带走了乔。格鲁德消失以后，艾琳也恢复了正常。虽然艾琳是个坏人，但是他们有共同的敌人。3更半夜，斯旺悄摸爬出了星辰实验室，
原来他一直都躲在了粒子加速器内部。没有线索的这段时间，希斯科一直在研究斯旺的轮椅。他发现轮椅下藏着光速粒子，也就是说，斯旺一直把轮椅当成充电宝，充电5分钟，极速2小时。这也是为什么他比 Barry 快那么多的关键。斯旺突然启动了粒子加速器，正当大伙打开门准备检查的时候，斯旺跑了出去，Barry 紧随其后。同时，斯旺释放了几名变种人罪犯，为自己拖延时间。Barry 最终没有跑过逆闪电，庆幸他们找到了呼救的艾迪。艾迪知道了艾瑞斯的未来后，就开始变得蔫了吧唧的。在斯旺逃跑前，他在粒子加速器内安置了一个未来科技，就连希斯科都束手无策。估算一下，还有36个小时，加速器就会被启动。如果加速器再次爆炸，超能监狱里的罪犯会被瞬间蒸发。他们必须尽快把变种人转移到安全地方，这需要大量的人力和人脉。警局对此表示拒绝，Barry 就只能去找一个老伙计冷对斯纳特，他们又 need talk 了。作为交换条件，Barry 必须抹除所有斯纳特的警局档案。删完档案后，斯纳特也算是暂时入伙了。冰火金3重天加入了游戏，他们需要一路把变种人护送到机场，以便于奥利弗把他们带到安全的监狱。Barry 带头开始清理障碍，斯纳特紧随其后。到达机场后，变种人突然恢复了能力，他们要同时对抗5个变种人杀人犯。Barry 一边旋转着麒麟臂阻止毒气，一边对付着掌控雷电的马克，双拳难敌10手啊！斯纳特的计划成功了，他故意破坏卡车，放走这群变种人，这样就能得到一大堆人情。然后他再让 Barry 免于变种人围攻，又得到1个人情。斯纳特简直就是社会上的滑头，犯罪界的奇才呀！这次找错了帮手，计划彻底失败。这群变种人将来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麻烦。他想学奥利弗的做事方式，但他却没有奥利弗那么狠的手段。36小时已到，粒子加速器被激活，斯旺一路走到了实验室外， Barry 也做好了最终决战的准备。当斯旺还在嘲讽 Barry 没有实力阻止自己的时候，火风暴罗尼从天而降，奥利弗也及时赶到，他们3个人有足够的实力对付逆闪。此时斯旺大喊了一声，换装后3个人开始单挑逆闪，罗尼被旋转麒麟臂吹飞， Barry 赶去追罗尼，奥利弗射出一发缓速箭，开始和斯旺玩身法。2个人拳脚问候了对方的全家。格斗方面，奥利弗完虐斯旺。缓速箭的时间已到，恢复速度的斯旺准备掏死奥利弗，动手前告诉他历史书上说奥利弗奎因会活到86岁。Barry 冲回来就是一门拳，接下来就是2个生死冤家的较量，他们用速度问候双方的祖宗18代。罗尼一火拳加上奥利弗的一记缓速箭，斯旺最后还是败倒在了3个绝世猛男膝下，被关进了自己打造的超能监狱。Barry 终于问出了自己所有疑惑，在未来，闪电侠和逆闪电是宿敌，2个人实力不分上下。直到有一天，斯旺发现了逆闪电的真实身份，于是他决定穿越回去，杀死儿时的 Barry， 把闪电侠从时间线上彻底抹除。可未来的 Barry 很快就一起追了过去，紧接着就发生了15年前的所有事儿。气急败坏的斯旺这才杀死了 Barry 的母亲，一是为了泄气，二是为了击碎 Barry 的内心，也算是间接除掉了闪电侠。意外却突然发生了，斯旺穿越时消耗了太多的速度，以至于能量达不到回到未来的标准。他意识到自己还是需要闪电侠，于是他杀死了威尔斯，研发了粒子加速器，故意制造了意外，让 Barry 再次成为了闪电侠，再用威尔斯的身份尽全力帮助 Barry， 让他提高自己的速度，直到 Barry 可以快到突破时空，这样自己就可以回家了。但现在计划有变，斯旺想和 Barry 做一笔交易，Barry 协助他突破时空，送自己回家，而自己给 Barry 一个穿越回15年前拯救母亲的机会，这样既可以让逆闪电彻底离开，也可以让 Barry 合家团圆。大家都分析着这笔交易貌似不亏啊，但斯泰因博士立刻认识到了危险了。如果 Barry 改变了15年前的历史，那么现在的时间线极有可能发生巨大转变。也许他能够和父母团聚，但是乔、希斯科、凯瑟琳、艾瑞斯等等这些人可能就不会和他拥有感情，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稍有不慎就会引发时间悖论。拿不定主意的 Barry 在监狱里询问父亲的看法，亨利坚决不同意 Barry 回去逆转未来，因为万物皆有定律，一切都是安排好的。Barry 又找到了艾瑞斯，得到的答案是不要让自己后悔。马上 Barry 就开始和斯旺商量计划。首先他们需要启动粒子加速器，让 Barry 以最快的速度撞击粒子，成功的话会开启一个黑洞，足以穿越过去未来，失败的话 Barry 就要粉身碎骨了。前提是 Barry 的速度不能低于2倍音速，他们必须启动备用计划，由希斯科和罗尼把轮椅改造成时光机，用来护送斯旺回到未来。开始计划之前，希斯科独自找到了斯旺，这个男人几乎改变了他的后半生。他把另一个时间线的斯旺掏死自己的事情告诉了现在的斯旺，斯旺一脸惋惜加歉意，
但他更感兴趣的是，希斯科也是超能力者，而且斯旺还表示，希斯科会在将来感谢自己赠予他这个能力。各种科学巨头开始完善这次穿越计划，唯有普通的艾迪帮不上任何忙。斯泰因不但鼓励了他，还告诉了他，未来是靠自己一手创造的，不是命中注定的。但他们遇到了一个更大的麻烦，斯旺没有说实话。倘若拜瑞成功撞出一个时间虫洞，那么这个虫洞将会成为一个起点，控制不当的话会引起全球性的灾难。被发现了以后，斯旺一副早就有准备的样子，在撞出黑洞后，拜瑞有1分52秒的时间穿越回去改变历史。只要拜瑞速战速决，他们就可以及时关闭虫洞。唯一的问题就是时间不够拜瑞改变历史，同时送走斯旺，只能让斯旺单独回去，风险和安全并存。拜瑞必须做出决定。事实他也心有不舍，他舍不得乔这位父亲，也舍不得实验室这群朋友。拜瑞不希望救回一个家庭的代价是让自己失去另一个家庭。开始行动之前，由斯泰因见证，凯瑟琳和罗尼举办了迟到的婚礼。接下来拜瑞就要回到过去，现在回去意味着同时出现2个闪电侠。拜瑞必须等到未来自己救走儿时的自己后，才能去救自己的母亲。一切准备就绪，拜瑞找到了斯旺，未来掌握在了他们2个宿敌的手里。博士说出了那句必胜台词 Run, Barry. Run. 拜瑞的速度很快突破了2倍音速，进入到了神速力之中。未来与过去同时浮现在眼前，与粒子撞击的一瞬间，黑洞形成。拜瑞成功回到了15年前，此时门外的闪电侠正在和逆闪电交战。未来的拜瑞看到了现在的拜瑞，摇头示意他不要改变任何东西，仿佛一切都在计划之中。儿时的拜瑞被带了出去，现在的拜瑞忍受着巨大的悲痛，看着母亲死在了自己面前。他没有改变历史，而是在母亲停止呼吸前做了最后的告别。另一边，时间所剩不多，斯旺将乘坐着时光机穿越黑洞回到未来。虫洞里甩出一个钢盔，斯旺坐在时光机上，一脸期待和开心的准备回家。突然，拜瑞冲了出来，一拳锤碎了时光机了。时间所剩不多，他们必须关闭虫洞。斯旺这次彻底愤怒了，和拜瑞扭打在了一起。他没有想到拜瑞居然放弃了一切，也要阻止自己。正当逆闪电准备一刀插死拜瑞的时候，艾迪突然开枪击中了自己的心脏。他在最后一刻做了一次真正的英雄。艾迪杀死了自己，就等同于彻底抹除了斯旺。斯旺灰飞烟灭之前告诉拜瑞，没有我的日子你会怎么样呢？斯旺消失后出现了更大的虫洞，而且急剧不稳定。天空中的黑洞开始吞噬着整座城市，拜瑞必须自己终结这一切。他背负着整个城市的未来冲上了天，脚踏七彩砖块冲向了黑洞中央，决定用自己的速度逆转虫洞。拜瑞反向急速奔跑，控制住了虫洞，但他坚持不了多久，必须彻底摧毁虫洞。在场唯一可以帮得上忙的只有罗尼和斯泰因。火风暴飞进了虫洞中央，释放了核爆级别的烈焰，彻底炸毁了虫洞。爆炸结束后，拜瑞只找到了斯泰因，罗尼选择了牺牲自己。斯旺在此之前留下了一段录像，他亲口承认了自己杀害了诺拉，这也算是博士最后帮助拜瑞一次。借助这段录像，亨利被无罪释放。拜瑞也许没有救回自己的妈妈，但他保全了所有家人，这也许就是闪电侠存在的意义。